這絕對是全網最堅固的庇護所。它由上萬噸野生石塊垒砌而成，每一面牆體的厚度都超過1米，就連立柱都是挑選的千年古树，用料如此豪横，其坚固程度更是毋庸置疑。別說遮擋風雪，甚至抵禦原子彈都不成問題。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，酷愛露營的法克再次背上裝備來到野外。他沿着河流逆行而上，秋季的河水並不湍急，走了大半天，法克終於停下腳步。這裡地勢較為平坦開闊，周圍都是100年以上的參天大樹，山上沖刷而下的石塊和木材隨處可見，簡直就是搭建庇護所的風水寶地。於是法克便放下行囊，飛速地把帳篷給支棱好。他收集了一些樹幹，削好幾根木樁後，立馬規劃出宅基地的位置。之後就拿出工兵鏟和十字镐，沿着標記線開始挖掘坑坑。他先用十字镐將表層的泥土鬆一鬆，然後就可以用鏟子把泥土铲到一旁。從這基坑的規模可以看出，法克要搭建的房子絕對不簡單。而工地旁邊就是免費的建材市场，只需要花費一些體力，上好的石材任君挑選。法克對此也是毫不客氣，他開始搬來石頭垒砌地基，通過大石塊和小石頭的堆疊，很快就将基坑給填平。就这地基的扎實程度，在我們那隨便建個5、6層高的大樓都不成問題。隨着太陽被浮雲遮蓋，一陣寒意襲來，剛停下歇息的法克就被凍得不行。他迅速地點燃一堆篝火，煮上一杯熱茶暖身。等待藍條回復之後，法克又繼續到石材市場大量進貨。他挑選的都是大小差不多的石材，將它們一個個的搬到工地旁堆碼整齊。垒砌石牆更重要的是對石材形狀的拿捏，根據每一個石塊的形狀和大小，將它們擺放到最適合的位置。與此同時，還需要準備一些小石塊，用來填補牆體的縫隙。經過一整天的來回運輸，法克終於把搭建牆體所需的石材準備好，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牆體的壘砌工作。只見法克掏出卷尺精準測量之後，在地基上方拉好準繩，而後根據準繩的寬度和高度，開始壘砌第一層的牆體。他把石塊交錯壘砌，中間的空隙再用小石塊填滿。為了使繼續往上搭建的牆體更加的牢固，法克帶上工具來到一旁的土丘，薅了一些泥土，澆上山泉水之後攪拌均勻，就得到了自制的野生水泥。當牆體壘切到半米高，法克再將之前挖掘基坑的泥土回填。為了使牆體搭建得更加穩固，法克還需要準備一些立柱。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這免費的建材市場還藏有不少好貨。這幾個粗壯的樹樁仿佛就是給他定點刷新的物資。雖然每一個樹樁都重達1000斤，但法克還是一個人努力地把它們滾到工地上，而後再用泥土制作了一個斜坡，就能把立柱安置到牆體上。中間再墊上原木，就得到了石屋的門框。為了使每一扇牆體都達到風格上的統一，法克繼續利用松樹樁給牆體做分隔。而現成的樹樁數量不夠也不用擔心，只見法克拿出手锯，找到一根躺平的樹胸，對着他的身體開始霍霍。之後的一段時間裡，法克的工作就是一扇扇的垒砌分隔好的石牆。隨着牆体越垒越高，為了方便後續的搭建工作，法克收集了一根細小的樹幹，用它手搓了一把木梯，爬到牆上，用小石塊填補石牆縫隙。完事後再用野生水泥進行找平。隨着牆體的搭建完成，終於到了封頂環節。在這野外最不缺的就是倒下的樹胸。法克拿着手锯到山上轉悠一圈後，就得到了搭建屋頂橫梁所需的木材。每一根木材的長度都是經過精準測量，只需要將它們統統都搬到牆上，鋪設平整，就得到了屋頂的雛形。其牢固程度就像一座碉樓。雖然如此，但是想要達到遮風擋雨的程度，還需要對屋頂進行完善。只見法克繼續往屋頂上搬運小石塊，將它們均勻地鋪設在橫梁的縫隙之間，完事後再用粘土抹平，達到密不透風的效果。為了提升屋頂的保暖性，法克就地取材，他在附近薅了一堆松針，均勻地鋪設在屋頂上。儘管目前為止屋頂還不具備防水效果，但是法克也早有準備。他首先給屋頂上覆蓋一層防水布，而後繼續薅來松樹枝覆蓋在上面。最後再刮上一層厚實的粘土，待到明年開春之後，法克就能實現屋頂一片綠油油。隨着凛冬到來，天空已經開始飄起了雪花。為了能早日住進新家，法克又零元購了一些野生木板，
經過拼接組裝成一塊厚實的門板之後，就可以通過荷葉安裝到門框上。為了防止夜裡被熊大串門，法克還給門板裝上了门栓。就这工艺主打的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。不過就这荒山野岭的，你別說人了，阿飘都沒有一個。法克剛剛把門窗給安裝好，森林就下起了大雪，僅半天的功夫，屋外就一片白茫茫。好在此時法克已經有了能遮擋風雪的家，現在就算屋外下起小男孩，他也不帶慌的。但是這樣狂風暴雪的天氣裡，法克也沒辦法繼續完善新家的內部設施。隨着攜帶的物資即將消耗殆盡，法克必須要在大雪封山之前逃離這荒蕪之地，只能等到明年開春後再繼續建設了。